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袁成。她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冠军，是跳水台上唯一能让全场尖叫的国民女儿全红婵。但11月2号，她却突然被退场了。官方一句话，不参加单人10米台，全网炸锅，粉丝怒喊退票，社群暴骂被割韭菜，有人更呛，票卖完才退赛，这不是诈骗是什么？有人说他受伤，也有人怀疑这不是伤，是被动雪藏，怕他再拿金牌，怕他太红，怕他成为不受控的国民偶像。一场原本该是体育盛典的全运会，变成了一场操控与认同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不只是在跳水池里，还延伸到了香港、澳门、广东的赛场上。这是第一次3地主办，但舞台上比的不再是谁跳得高，谁跑得快，而是谁更听话，谁更能代表中国。从体育救国到体育宣誓，从民国的汗水到今天的仪式，全运会已经不只是比赛，它成了一场国家叙事的剧本重演。有人说，这场比赛的真正主题是体育精神，但也有人冷冷一句，现在的全运会，运动员在比肌肉，主办方在比政治。那全红婵的退赛究竟是伤病、内幕，还是体制的另一场策略操作？这场100年运动会到底在比什么？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婵宝退赛风暴开始，拆开全运会背后的剧本。11月2号，一条突发消息在体坛炸开了锅，全红婵不参加全运会女子10米台单人项目了。这消息一出，网络直接起火，评论区瞬间沦陷，无数粉丝怒喊退票。不少人说自己就像又被割了一茬的韭菜，本来冲着全红婵才买的票，现在她不比了，那买票图个啥？当天下午，全运会跳水比赛在广州拉开帷幕，全红婵和王伟莹代表广东队参加女团双人10米跳台比赛。按照最早公布的赛程，全红婵原本要参加3个项目，但临时变更，她只参加2个双人项目。11月2号的女子团体双人10米台和6号的女子双人10米台不再出战女子10米台单人项目，而这个项目却是最受瞩目的比赛项目。这个决定等于是把一场原本的王炸对决，全红婵再战陈芋汐，活生生给掐断了。要知道全红婵的粉丝有多疯狂，她每次出场，观众席都像演唱会的现场，尖叫声能把天花板掀翻。很多人掏钱请假坐高铁，就是奔着她来的。现在你告诉粉丝们说她不比了，那简直就像往烧热的油锅里浇一勺冷水。不少网友顿时就炸了，退票，这不就是卖人设割粉丝吗？早说他不比，我买票干嘛？来看泳池水花吗？这跟饭店门口挂着和牛刺身，结果上桌说今天和牛不上班一个道理。此前全红婵因为伤病错过了不少比赛，网上早有传言说她可能退役，可就在全运会前，官方还大张旗鼓地宣传她强势复出，这像不像是把她当招牌菜用来吸引食客？结果菜还没上，用一句厨师临时休息来打发顾客啊！有网友斥责全运会组委会严重欺诈行为，利用全红婵的名气售票，票卖完了不让婵宝参赛了，严重欺诈行为，退钱退票。有的说大家都退票了，让观赛台空无一人，治一下搞鬼的人。如果不是官方炒作说他要比3项，谁会千里迢迢来看比赛？还有的说太过分了吧，票卖完了才说没有单人，诈骗啊！利用全红婵的名气骗了14亿中国人，高，实在手段高。在全红婵退出单人项目的消息发布之前，代表上海队参赛的陈芋汐接受媒体受访时说，将冲击女子10米台单人项目的金牌。很多网友猜测，全红婵在比赛前突然调整参赛项目，或许是受到官方施压，更有阴谋论直接上线，怕她再拿金牌吧？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操作，不让她比，是为了控制金牌归属吧？这像不像剧本？先说她回归参赛吸引观众，
等票卖完了再宣布他退赛。更巧的是，就在官方宣布全红婵不参加单人赛的这一天，一段全红婵在全运会训练场的训练视频也流了出来。有人发现，她明显比巴黎奥运会时壮硕了不少，状态看起来有些沉重。有网友直言，身材发福了，水花压不住了。还有人猜测，她可能真的在准备退役，这是一步步慢慢退出公众视野的节奏。粉丝们心疼得要命，更为全红婵惋惜。好心痛全红婵，辛苦这么久的苦练，又和单人跳金牌无缘。更有网友直接表态，要不婵宝去别的国家跳水吧，别再被这么消费了。这场退赛风波就像一场烟花，没等点燃就被水泼灭了。粉丝一腔热血没处撒，全红婵是否被利用完就雪藏？是真的伤病，还是另有隐情？这个我们还无从得知。但粉丝和网友们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不是为了花钱打水漂的。如果是你，你会退票吗？11月9号，第15届中国全运会就要在广东、香港、澳门正式开幕了。这次的东道主有点特别，是由港澳加内地3地联合举办。有网友说，这届全运会是在写一段跨越历史和时代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相比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的关注度可能没那么高，但它在中国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体育竞技，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出每个时代的政治风向和社会背景。而2025年的这届全运会注定要被写进历史，因为这是第一次有2个曾经的殖民地城市香港和澳门和内地广东省联合作为主办方。听起来像什么？就像一家老牌国企突然和2个曾经离家多年的亲戚合开了一场家族年会，意义远比比赛本身更重。如果我们往前翻翻全运会的历史，你会发现2个有意思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主办城市的选择。9届全运会的主办地清一色是北京、上海、广东，这几个地方无一不是经济和政治实力排得上号的杠把子。一直到第10届以后，才慢慢轮到其他省市有资格申办。这就像是以前的聚会永远只在家大业大的亲戚家办，后来才轮流让大家都坐上东道主的位置。第二个变化更耐人寻味，谁来宣布全运会开幕？前5届全运会主持开幕的分别是国家体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国家副主席，但是从第6届开始，情况就变了。全运会开幕的宣布者一律改成了在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担任了1届，江泽民连续担任了3届，胡锦涛连续担任了2届，习近平已经连续担任了3届。这背后的信号很明显，全运会已经从一个全国性体育盛事，慢慢变成了一个带有党管特征的国家级仪式。说的通俗点，全运会已经不是单纯的运动会了，它更像是一场政治仪式加社会动员的大型舞台秀。那么这一次呢？第15届第一次和港澳联合主办，第一次跨过殖民历史办赛事，这个转变太值得玩味。现在全网最关注的一个看点是，这届全运会谁会来宣布开幕？是习近平继续，还是会换人？这不仅仅是一个谁主持的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下一阶段政治局势的风向标。有人说，全运会就像一本翻页缓慢的年鉴，表面在讲体育，实则在叙述权力、秩序和认同的变迁。也有人打趣，看全运会不只看谁跳得高、跑得快，更看谁坐在主席台。而这一届更像是一部正走向新局势的开始，主办城市变了，政治意味浓了，大家都在猜测，接下来会不会连讲开幕词的人也要变？你以为全运会只是比赛？不，这可能是你没看懂的全运会，尤其是今年这届，背后的政治意义可不简单。香港教育大学的高级讲师雷雄德就一语道破了重点。英国过去也用英联邦运动会做平台，用体育当桥梁，把自己的价值观送出去。听懂了，体育在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竞技，它也能是文化输出的工具，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认同战。而这一次，
全运会第一次由香港、澳门、广东联合举办，这正是中共试图用体育来重塑香港年轻一代对中共国的认知。雷德雄说了一个很现实的现象，你问现在香港的年轻人，中国有多少个省？真的很多人答不出来。那怎么办？全运会来了，全国各地的代表团到了香港，年轻人做义工，参与活动，接触选手，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看到了西藏，接触了黑龙江，听到了四川话，也许还能跟内蒙古的运动员合个影。这像不像是一种认同养成游戏？不靠课堂，不靠洗脑，而是让你先亲身体验中国的多元。在他看来，这是国家认同最好的实践方式。而中共这边怎么说？官员明确表示，这届全运会不只是比赛，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良机。说白了，就是想通过全运会在香港推动民族意识、归属感和自豪感的建立。这话听起来像不像以前学校里的主题班会？不过这一次地点不在教室，在赛场，主角不是老师，是运动员。甚至连香港特首李家超都早早表态，要通过全运会加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的融合、体育合作。当然，但更大的关键词其实是融合发展。所以有人说这届全运会是比赛，但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场政治叙事的舞台剧。运动员在比拼体能，背后的操盘手较劲的是文化认同和国族情感。下面我们来讲点历史。你可能不知道，全运会的起点其实跟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动荡，还有中共的建政都密不可分。别小看一场体育比赛，它从来不只是比输赢、争金牌的竞技场，而是民族认同的制造机，是政治叙事的舞台剧。全运会其实不是中国原创。1910年，中国第一次举行全国性体育赛事，地点在南京。发起人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美国传教士艾克斯纳。他是上海 YMCA 的一员，一手策划了男子田径、足球、篮球和网球比赛，当时叫全国学界运动会。参与的人很多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这场比赛被后来的民国政府认定为国家的第一届全运会。你没听错，中国全运会的起源其实是舶来品。为什么他们要搞运动会？当时艾克斯纳的观点很直接，他说清朝的男人留辫子、抽大烟，身体差，国家没活力。他认为中国人必须动起来才能救国。这场运动会成了西方体育进入中国的里程碑，但它背后的信息其实是中国人身体差，病了。这也引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反思，比如梁启超那一代提出了一个新口号：体强国富。要把西方的尚武精神学进来，比拼的不只是体能，更是民族自救。很快，清朝灭亡，民国成立。这场体能革命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1924年起，全运会开始本土化，由全部是华人组成的中华业余体育协会接手，不再由外国人主导，官方的语言也从英文变成了中文。这意味着体育主权回来了。但它不只是主权那么简单，它成了凝聚民族的仪式。1933年那一届全运会成了经典中的经典。那一年，东三省刚刚在9·18事变中被日军占领，在开幕式上，东北代表团身穿黑衣，手举黑白旗走进场内，全场观众鼓掌，鼓到哭泣洒泪。这已经不是比赛了，是在喊我们不甘心。台上比的是项目，场下比的是民族情绪、国家命运。民国政府也很清楚体育的号召力。1933年，蒋介石亲自出席开幕式，喊出体育救国，主张体育跟军事训练结合，打造强种强国。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李祥认为，1933年全运会上的政治表达是一种民族自救的象征性抵抗。抗战胜利后，1948年，上海举办了抗战胜利后的首次全运会，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省份的身份参加。这场全运会一方面是在庆祝抗战胜利，另一方面也被用来展示国民政府在内战中仍然具有领导国家的合法性。李祥指出，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全运会，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内战的纷争中转移出来。然而，此时国军在与中共的战场上屡受牵制，形势日趋艰难。1年多之后，中共宣布建政。1948年上海的全运会也成为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届。李翔说得很直白，1949年前的7届全运会绝不只是体育赛事，它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还提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对比：抗战期间，中国平均7到8个士兵才能击败1个日本兵，身体弱、体能差，成了国家危机的真实写照。而那时候的体育不再只是体育，而是民族的呐喊，自救的方式是不想沉沦的挣扎。所以你看，全运会这100年来的变迁，根本不只是赛事安排，而是国家认同、民族情绪、政权合法性的集体表达。它由西方人发起，变成国家象征。它从田径场跑出，冲进历史的风暴。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全运会最关键、最拐点的那一段变迁。它从穿军装跑步的比赛，一步步变成了奥运练兵场。再到现在，很多人开始问：全运会真的关我们普通人什么事吗？时间倒回1959年，中国建政10周年，全运会在北京正式开办。这场全运会是中共政权第一次正式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时机非常敏感。刚打完朝鲜战争，跟苏联又闹翻，整个国家处于紧绷状态。那时候的全运会真不能用娱乐或运动来说，它更像是一场半军事化的政治仪式。比赛项目里甚至包括了无线电收发、跳伞、射击这些准军事技能。你听听这口号就知道了。文革前夕是敢于胜利，敢于斗争。和美国搞乒乓外交后，变成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听起来是不是更像喊政治口号，而不是在加油打气？此外，体育还成了主权宣示的工具。你可能没听说过，在1975年和1979年的全运会上，还有台湾省代表队出场，而这些队伍其实是由大陆和港澳的台湾人组成的，并不是真正来自台湾岛。但为什么还要组这个队呢？因为中共在搞一种主权宣示，告诉世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哪怕是在体育场上也要表明这个立场。这类操作其实是当时全运会的另一重使命，不仅竞技，更是国家认同的延伸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体育方向开始脱虚向实，全运会也变脸成了奥运试训场，不再只喊口号了。全运会开始变得务实，要为奥运备胎练兵。从1980年代起，全运会的时间开始围绕奥运周期来安排，甚至到了90年代，各省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拿了多少牌，都要记进全运会的功劳簿里。这就好比全运会变成了一场大型国家选秀赛，看谁能被送去国际赛场，谁能为国争光拿牌子。你可能认为比赛还是比赛，但背后其实已经变成了举国体制下的战略竞技。中共这套模式确实带来了成果，中国奥运金牌数蹭蹭往上涨，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成了金牌榜第一的所谓体育强国。但问题也来了，香港教育大学讲师雷雄德说得好，就算拿到很多金牌，如果全民健身做得不好，不能算真正的体育大国。说白了，中国在奥运会上赢得光彩，但在小区健身、日常运动上还差得很远。全运会也面临这个问题，它越来越远离普通人，变成了一场专业选手的炫技表演。从1959年的军事训练营，到90年代的奥运备战场，再到今天，全运会已经走过了60多年。但问题来了，在金牌不再是唯一目标的今天，全运会的价值该怎么定义？是继续服务奥运、服务精英，还是应该回到全民参与的原点，成为真正让每个人都能共鸣的体育节日？这是一个大命题，也是一道全运会必须面对的选择题。您觉得全运会应该更重视金牌，还是更重视全民健身？一场只属于专业运动员的比赛，
能不能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准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在距离北京1900公里的香港，也有一场象征性的演出——马术比赛由香港主办，一个回归后的前殖民地参与了承办中国的荣耀时刻。有人说，那一刻是香港国家认同的高峰。从慷慨捐助汶川地震到援建水立方，那几年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连结是情绪真诚、参与感爆棚的。可以说，那是体育的魔法，在特定的时刻，它真的让人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但这股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2014年雨伞运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简称反送中，也叫第23条修例风波，接连爆发的社会运动将香港和国家认同这个词重新撕开了裂口。过去曾经在体育场上挥舞国旗的人，如今却在看台上背对国旗，甚至变成违法行为。这一切直接催生了中共港区国安法，也几乎让香港的政治表达从公众空间消失。现在全运会又来了，香港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之一参加。有人说这是一次修复认同的机会，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一场误判。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奇就点出了关键点：主办城市通常会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归属。换句话说，你越是让香港当主角，它就越是表现我不一样。所以当组织者试图借全运会强调民族认同、国家统一时，也许恰恰忽略了香港年轻人最真实的状态，不是什么爱国问题，而是不了解、不认同。认同不是灌输的结果，是理解之后的选择，不是靠赛事口号喊出来的，是在互动、体验、理解中慢慢生成的。体育如果还能有功能的话，那应该是提供认识彼此的空间，而不是定义彼此的框架。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李翔有一句话说得很真：全运会它始终是国家叙事的装置。从清末的外籍教会学生田径赛，到民国时期的体育救国，到文革时期的斗争口号，再到如今的湾区统一，全运会一直都不只是体育。但我们也必须问，当认同不再靠呼喊，当年轻人更关心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政治剧本，全运会还能做什么？是继续做国家叙事的扩音器，还是真正成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认同、共享的体育节日？您怎么看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